她本是来纽约看望闺蜜，可走着走着就不打算回老家了，理由也很简单。I didn't want to be ordinary. I wanted to be extraordinary. 甚至连行李箱都没来得及放下，乔安娜便给男友打去电话。分手说不出口，于是便用不回去3个字代替了。在男友略显质疑的反问中，乔安娜扭扭捏捏地说道，她要写作，要当作家。在她看来，蜗居于现实的逼仄，隐忍于未来的混沌，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的人生必修课。只是她将课堂选在了纽约，能忍住大都市的无情，才能享受大都市的机会。清晨，她从闺蜜的合租屋醒来，有些欲言又止地说道，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离开。闺蜜回答，那就尽管住下。这让乔安娜心里踏实了一些，毕竟人在屋檐下，该说的话要说，该着急的事儿要着急。几乎没有一天耽搁，乔安娜便去了人力资源公司。似乎永远是买方市场，对方根本不在乎你想要什么职位，想当什么作家。看了学位证书，对方推荐去文学经纪公司当助理，和文学有关，乔安娜乐意支持。但这家公司的第一条规则便是不要想着当作家，作家会是最糟糕的助理。There's no shortage of college graduates who want this job. Be prepared for long hours. 加不加班倒无所谓，不让当作家确实让乔安娜难受。但正如女老板玛格丽特说的，想要这份工作的大学生排着队呢。乔安娜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，她只能笑着接受，之后再做打算。不过这家经纪公司确实够实力，代理了很多知名大作家。能与闲人行，乔安娜觉得已经接近作家的世界了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笑容，更不自觉地在公司逛了起来。Well, we will expect you at 8 a.m. sharp, January 8th. 在上班前的这几天，乔安娜去逛了书店，一个男生主动搭讪，并一下猜中她实习生的身份。见乔安娜只笑不回复，男生说他是作家，自称作家是一种自信，这成了乔安娜欣赏的点，两人打开了话匣子。男生对纽约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了如指掌，他介绍给乔安娜新朋友，带着她去听诗朗诵，同时也拉她进入一段新恋情。除了不能写作，纽约在此时对乔安娜来说好像也不太难。1月8日到来，乔安娜早早坐在工位上，玛格丽特仿佛没有看见她一般。乔安娜一时也摸不着头脑，直到半个小时后。Well, you're here. I am. 玛格丽特给乔安娜介绍了公司各处的职能，同时也言明了许多规矩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，如果赛林格打来电话，不要做任何回复，只需说好的，我会通知老板。赛林格便是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作者。虽然此时的1996年，距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发布已过去45年，距赛林格最近一部作品的发布也已过去30年，但他的热度依旧不减。经纪公司每日一个重要工作，便是处理寄给赛林格的读者来信。对的，这些读者来信，作家本人很少经手，越是大作家越是如此，没时间、没精力，甚至容易受到读者影响，都是原因。但又不能草草地将信件束之高阁，因为曾发生过因为将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当作圣书的读者暗杀明星事件。至于他有没有给赛林格寄过信，不得而知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所有信件从那时起均需拆阅，并按照赛林格给的固定模板回复。这项工作便由乔安娜负责。Use your judgment. Read everything thoroughly. 听了这个故事，这项有些无聊的工作一下变得重大起来。一封接一封的读，大部分都在表达对赛林格的崇拜，也有少部分在抒发共鸣之时倾诉生活之苦，这些要重点关注。其中一个不被家庭认可的小伙子写了好几封，时而自信世人不懂我，时而又自嘲我不懂世人。这一正一反，矛盾中凸显年轻人充满真诚的迷茫。乔安娜觉得这种信件不该用固定模板打发掉，人家投入的可是真感情。来信越读越多，虽然不能自主回信，快把它憋出内伤，但收获也良多，窥见不少难得一见的普通人心思。这时他又有新工作来，将口述录音带的内容打出来。这种不需要思考的工作对读信是一种调节，乔安娜逐渐找到平衡。一日上班，两位同事谈起，在废稿堆找到一篇很棒的小说。 What's the slush pile? 废稿堆就是没名气、没门路的作者投到经纪公司的稿件，几乎99%都是胡言乱语。但为了那1%，经纪公司还是找专人读稿。这个工作瞬间就吸引了乔安娜的兴趣。
I'm available to read manuscripts. Should that be something that you're interested in at home on my free time, of course. 玛格丽特不答应，拿着乔安娜昨天打的录音，标点错，行距错，边宽错，专业词汇错，你有什么资格自己选工作？乔安娜眼眶似乎泛起了泪花，看来蜗居现实，隐忍未来，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，还要有颗大心脏。此刻的纽约变得让人想哭，能安慰人的唯有内心的文学梦，以及数不尽的和自己做同样梦想的女孩们，还有那些幸运实现的人。在玛格丽特走后，乔安娜拿出一封读者来信，对了，这些信也是未寄。读着读着，电话响起，这是乔安娜第一次接到赛林格的电话。看着墙上的照片，仿佛与真人对话，他无伤大雅地闲聊了2句。赛林格比想象中随和亲切，因为玛格丽特不在，赛林格说晚些时候再打来。挂掉电话，同时提醒乔安娜不要等他再打来，现在马上去通知玛格丽特。乔安娜在大厅追上对方，她受到玛格丽特的表扬，事后证明一切都很值得。因为赛林格来电是想说他时隔30多年要出版新书，理由也很简单，一个出版商的来信打动了他，他为此考虑了8年。在其他人猜测是哪个大出版商时，玛格丽特十分拗口地读着出版社的名字。 Mary Bell's Press? Yes, that's it. You know them? 不是他们，是他。这个出版社只有一个人，乔安娜投过诗歌，还发表了，这让经纪公司很没底。一是这么小的出版社能完成赛林格暌违30年的新书出版吗？二是不会有什么诈吧？乔安娜自告奋勇去探对方的底，会尽量要来书目和样本。按理说经纪公司是帮作家找出版机会的，但赛林格刚好相反，机会太多，需要经纪公司帮他阻挡和筛选，以维持他神秘隐士的声誉。乔安娜联系完出版社后，最后一个离开，顺带着拿了几本书回去看，真是一个好习惯。到公寓时，听见闺蜜和男友吵架，隐隐约约还有自己的名字，她自知待不下去了，第二天和男友一起去租房子。厨房没有水槽，乔安娜示意考虑一下，可男友无视她的意见，直接租下了，而且租约还要乔安娜签，因为她征信有问题。乔安娜曾经认为一段落魄人生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的必备经历，但今日面对男友这种显得有些无赖的落魄，她无法和有抱负联系到一起，更想象不出这样的人最终会成功。也可能男友会变，也可能大千世界，成功者的成功方式不一而足。乔安娜处在一个思绪混乱的状态，唯有看信能让她心静。信背后的人更加多元，以此窥探世界，让她更容易理解不可理解之事。只是她已经忍不住要回信了，信号被同事止住，只能模板回复。失望之时，她听到玛格丽特有个文件要送去纽约客杂志，她要去。这是她最向往的杂志社，仅是待在这里就让人兴奋，但这点小确幸很快就被男友打破了。原因是前男友卡尔给乔安娜寄来一封信，男友的阴阳怪气让卡尔的这封信字字千金，乔安娜忍不住哭了。最近的是她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，她向玛格丽特请求回读者来信，当然是被拒绝。在玛格丽特看来，乔安娜太嫩了，轻易被读者来信左右情感。在乔安娜看来，读者们的真情实感已经塞得她快要爆炸。她没有听从玛格丽特的，悄悄地回信了，回的是一位因学业困扰而迷茫的少女的信。信中乔安娜如老师一般讲述提升成绩之法，并在处理同学关系、达成自我认同方面给出建议。她也很真诚的没有假借赛林格之口，而是署了自己的名。这件事给乔安娜的未来埋下了极大的不确定性，至于好坏要等她爆发才知。在爆发之前，乔安娜先收到了闺蜜离开的消息。I know we used to say that we wanted to become writers, but that was more your thing. I kind of grew out of it. 这对乔安娜是一个打击，她去华尔道夫吃了一顿甜点来缓解心情。她也在想自己会不会像闺蜜一样，还没开始就结束。因为在这里工作后，她已经好久没有写作了。她认为不会成功的男友都在写，而她却没有写，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可另一边，助理的工作她越来越顺手。玛格丽特主动征求她对某位知名作家的意见，并让她看原稿。第二天，乔安娜兴冲冲地表示她喜欢对方的这稿新书，并讲述了其中所表达的思想。听完，玛格丽特反而不看好这本书了。乔安娜以为还有时间说服玛格丽特，但作家当天就来了。乔安娜急迫的期待有反转，事与愿违，作家与玛格丽特不欢而散，甚至要解除经济关系。If I were Judy, I would have left too.
Why? 乔安娜当然不能说玛格丽特太强势、太自我，她只能支支吾吾的为自己的多嘴找借口。玛格丽特很生气，但乔安娜的麻烦还没结束。收到她回信的女孩竟然找到了公司，质问她有什么权利替赛林格回信，有什么资格像老妈子一样教训我。乔安娜说道，我觉得你的信很真诚，不该用那些如屁话一样的模板回复。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r advice is better than some bullshit response? 这锤得乔安娜体无完肤，这件事也被同事斥责，甚至不让她再管赛林格的信。乔安娜不断的请求才挽回一点。这时的纽约以及纽约人仿佛处在重重迷雾中，让人看不清。同样看不清的还有自己的未来。在如此迷茫之际，闺蜜告诉乔安娜，卡尔要去华盛顿参加音乐会，她希望你能去观看。乔安娜真的需要见一下故人，回望一下来时路了。刚好此时赛林格也要在华盛顿和出版社会面，确认排版等细节，这让玛格丽特高度紧张，生怕出版社为了名气叫来一堆记者，让赛林格失去神秘感。所以乔安娜担起了先和出版社见面探探口风的任务。临走前，男友拿了他刚写成的小说，让乔安娜路上帮忙看看。乔安娜此时并没有心思。到华盛顿后，先见了出版商。出版商是个老实人，一上来就讲了书页的设计，并对这次会面感到紧张，毕竟是赛林格。乔安娜真诚地安慰了对方几句，然后在餐厅选了一个角落，边看男友的小说，边观察赛林格与出版商的会面。可惜赛林格刚好被柱子挡住，乔安娜开始专注修改男友小说，等到再抬头，已经不见两人。追出去时，出版商愣愣地看了赛林格的背影，他还完全沉浸在刚才的会面中。见一切顺利，乔安娜去了前男友卡尔的音乐会，她为自己不言明的分手道歉，卡尔为自己写信时的激烈言语道歉。 I didn't read your letter. What? Why? We couldn't make it past Joe. Nobody else calls me Joe, so. 两人约定继续做朋友。听着男友单簧管中悠远深沉的曲调，乔安娜才明白，获得总是伴随失去，但失去有时仅是失去。再次回到纽约，公司安安静静，大家都挤在一处。电话里是一则讣告，玛格丽特的丈夫丹尼尔去世。丹尼尔经常来公司，温柔绅士，因此这个消息让所有人伤心。玛格丽特更是好久没来上班。赛林格打来电话，乔安娜自然无法说出那句好的，我会通知老板。于是她变成了主应答。除了工作，赛林格也会闲扯，最后冒出一句 You're a writer, Joanna, aren't you? Have you been writing every day? I don't know. Sorry, I missed that. I'm a little deaf. Yes, yes. I'm a writer. So write. Even if it's just 15 minutes in the morning, protect that sanctuary, okay? 大城市是追寻理想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泯灭理想的地方。乔安娜觉得自己在第二条路上越走越远，她心情沉重。这时又受到男友一击，一事无成的男友竟然没有告诉她朋友的婚礼日期，他是没打算带乔安娜去。这样做的目的让人遐想连篇，甚至他朋友都看不过去了。 You're an asshole. You know that, right? 回到公寓，男友给了一番自以为是的解释，见无法让乔安娜满意，他又以爱之名希望获得对方原谅。可是如果爱，又怎会期望在朋友的婚礼玩艳遇呢？最终乔安娜也没有去这场婚礼。在温馨的灯光下，她读了最初让她有回心欲望的那个不被家庭认可的小伙子的来信，其中一句有时我的情绪会无比安静的失控，让乔安娜觉得这就是现在的自己，同时也是她眼里的纽约，人声鼎沸却寂静无声，因为它已与我无关。乔安娜有回信的冲动，但她忍住了，用录音机录下自己想说，仿佛两个迷茫的人在隔空倾诉。一段时间后，乔安娜去看望了玛格丽特，有些疲惫的玛格丽特赞赏了她不在期间乔安娜的工作表现，同时也批评了乔安娜回信的举动，并表示这种事开除10次都够了。乔安娜问她为啥没开除呢？ Also, Jerry likes you. I am reluctant to alter his routine. I don't want to be a routine. 一向喜欢用讪笑来应对否定与批评的乔安娜这次出奇的刚硬，玛格丽特却软了下来，递给乔安娜几个作者的新稿，让她推销给出版商。另外他还讲起了自己如乔安娜一般大师的成长往事。推销出第一本书，老板便让他做这本书的作者的经纪。
他很慌张，万一我不喜欢对方，或者对方不喜欢我咋办？这种忐忑延续到3周后的见面，聊文学，聊音乐，聊报复，生命中最合拍的那个人总是不期而遇。 Daniel. Yeah. Daniel. 真诚的人总是喜形于色。乔安娜给了一个拥抱，为玛格丽特有这么棒的故事，这么棒的人生。可她自己的故事，自己的人生又在哪里？乔安娜像输求索，颜如玉和黄金屋太世俗，丰满的内里，轻盈的外在才是一生所求。乔安娜打包行李要和男友分手。 I'm leaving you, Don. 这次直白的一点不拖泥带水，男友追出去，她果决地告诉对方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爱你了。”这样确实比最开始的不回去要潇洒痛快。走过路口，乔安娜看到刚到纽约的自己，匆匆忙忙，懵懵懂懂。用时下最流行的话说，那不是我的黑历史，而是我的来时路。不管是怯懦的不敢说分手，还是幼稚的定义作家的初期模样，那都是我的来时路。走过这来时路，我便成长了些。在玛格丽特焕发生机再次来工作时，乔安娜已经把她交代的几个作品推销出去了。玛格丽特不吝夸赞，甚至有拍马屁之嫌。 I knew the moment you walked through the door that you were agency material. 当经纪人，这更让乔安娜陷入困惑。梦想呢，真的要自欺欺人的泯灭在现实中吗？在她逐步成长为业内强者，不但有作者点名要她经纪时，乔安娜再也不能无视内心的渴望了。 What is it? I'm so grateful. I'm so grateful. You're leaving, but you're doing so well. I mean, you have it in you to become a really fine agent. Thank you. Thank you, Margaret. There's just other things I want to do, and I'm afraid that if I don't do them now, I never will. 地狱中的果决，成功时的清醒，乔安娜在纽约完成了她的成长。只是玛格丽特伤感了，在有些时候，她是将乔安娜视为接班人的。乔安娜也很喜欢这家公司，很愿意和玛格丽特共事。但正如她所说，时不我待，今日不做，明日无多。年纪一刻不停地长，工作不再充满挑战，生活开始有苦有甜，人生进入到可预见的平稳期。不过越是平稳，越容易磨掉我们对理想的坚持。每一个明日都将使我们沉溺更深，直至淹没其中。最后生出一句现在其实也不错的自我麻醉。可静下心来回望最初的梦想，还是会有悸动之感。很多人会像合上书本一样，将这份悸动再次掩藏起来，但乔安娜选择了直面这跃出心底的悸动，重拾搁置已久的理想，或者不该用重拾，因为她从未丢弃。虽然在外人看来，她生活中的起伏微乎其微，工作上的挫折更是稀松平常，几乎我们都有遇到。但不同的是，因为理想的存在，她对这些起伏和挫折都做出了反馈，并主动审视内心，积蓄力量。从最初觉得纽约易如反掌，到后面的让人想哭，再后来迷雾重重，最终人声鼎沸却寂静无声。这一系列基于现实而产生的心理变化，就如蜻蜓点水，其所漾起的微波虽小到几乎不被人察觉，但对蜻蜓来说却已完成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。大音牺牲，大象无形，沉浸中的积攒才最有力，无声中的爆发才最持久。当有理想打底的时候，那些沸沸扬扬的日子都能悄然地成为你的武装。与乔安娜如此，与我们更是如此。